而萧炎的反击就是武林拳魔最想要的结果，为的就是想让萧炎施展出与之匹敌的底牌，结果还真是被武林拳魔算计到了。此人类肯定有更强的底牌未出，结果三色神怒火莲的出现，正是武林拳魔需要的。武林拳魔，看来是我小看了你，在刚刚那种情况下，你还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真是令我都非常的吃惊。而且利用我，间接的将你从镇压之力中解救了出来，真是两全其美的好算计啊！萧炎也是对武林拳魔的计划拍了拍手掌，面对如此一位又强又时刻保持头脑非常清醒的对手，萧炎竟是输得如此彻底。哈哈哈！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自己不能从那镇压之力中逃脱出来，只不过那样做我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而已。只是没想到你传承了上古圣主那老家伙的毕生绝学，真是一个出其不意啊！但是接下来被你镇压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次，因为你即将要被我彻底的抹杀。武林拳魔的语气也是逐渐的被加重了几分，因为他觉得无需与萧炎再继续玩下去，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遵速战速决。你也很荣幸，居然需要我施展第二魔技。面庞上竟是带着一丝诡异之色的武林拳魔，下一刻他的眉心处竟然长出了一道黑色诡异的印记，而在这印记之上有着黑色液体流了出来，遮掩了两只那猩红的眼睛。随着黑色血液流进那猩红的眼睛时，一道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一团黑雾飘荡而起，最终在他的身后凝聚出万丈高大的暗黑魔影。那是什么？这魔物又在施展什么可怕的秘法？圣龙族的神兽强者面色极其的骇然，个个都是惊呼出，就算是圣龙也是身躯发软起来，因为对方的这一股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就算圣龙是无数魔兽的创造者，也感到了一阵后怕。旋即那武林拳魔的身躯直接是蒸发开去，逐渐的化为黑雾，涌入那万丈之大的暗黑魔影中。魔影灭界光束。武林拳魔的双目望着不远处的萧炎，旋即他的一声低沉下，那万丈之大的暗黑魔影竟是出现了两只暗红色的巨大眼眸，暗红色的巨眸之中更是有着极其可怕的隐晦气息。虽然还没有什么力量爆发出来，但仅仅看着这道暗红色巨眸时，圣龙族的那些神兽之人体内的神魂，包括神龙族和龙盟的强者也是如此，像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引动，都要强行的破体而出。我的神魂又被抽离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众多的神兽强者脸色大变，竟然就连神龙族和龙盟的人都没有放过。没想到这武林拳魔竟是如此的心狠手辣。神龙大人，你叫的帮手怎么还对自己人出手？龙盟中的一位神兽族长百思不得其解的道。而如今仅剩下神魂体的神龙也是一脸疑惑，原本他们就是商量好将圣龙族和祖龙族灭族，为何现在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自己人？我与他也只是合作关系，至于那位大人为何这样做，我也不清楚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将圣龙族和祖龙族给彻底的铲除，那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本神龙也都愿意。此时此刻，神龙为了追求自己的那个计划，就算有一些牺牲品，那么在神龙的眼里都是值得的。然而下一刻，从这暗红色的巨大眼眸中爆射出了一道充满无尽魔气，能够毁灭一方世界的黑色光束，直接是对着虚空上的萧炎爆射而去，速度极快，就在眨眼间就是出现在了萧炎的眼前。而后者也是来不及做出反应，只是让萧炎都没有想到，对方的第二魔技竟然如此之强大，就连相应的反应都跟不上。不好，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萧炎依旧在最后的关头勉强的将神火化为防御罩的姿态，双手交叉出现在自己的身前，而后那可以毁灭一方世界的黑色光束便是直接射在其上，当即在这虚空上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之声，顿时间将大地都给翻了过来。虽然萧炎的火焰防御罩稍微阻止了一下对方的攻势，可是下一刻那黑色光束所散发出来的毁灭魔气就将那火焰防御罩包裹而下，直接蔓延至萧炎的身体之上，一股可以毁灭一切的无尽魔气直接进入了萧炎的体内。瞬间体内的神力变得躁动起来，因为当这魔气进入体内的瞬间，不仅要同化萧炎的神力，还要吞噬萧炎的五脏六腑。如此可怕手段的力量也是萧炎第一次所见，但是萧炎也同样运转起体内的焚神之力，与这魔气相抗衡。不过魔气的可怕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萧炎的意料之外，就算有焚神二火形态下的焚神之力，竟然都也难以抵挡住这些魔气在体内的肆虐。再这样下去，萧炎恐怕将会被这无尽的魔气给彻底的同化，到时候也就会成为一具魔物了。有意思，竟然还能够暂时用焚神的力量抵挡我的第二魔技，不过可惜你的焚神之力还太弱，给我去死吧。随着武林拳魔的咆哮声响起，那暗黑魔影的红色眼眸闪烁了一下，那魔气更是强悍了一分，瞬间那黑色光束暴涨而起，直接将火焰防御罩给洞穿出了一个空洞。在众神兽强者的震惊目光下，黑色光束射中了萧炎的整个身躯，瞬间这股可怕的魔之力量爆炸开来，形成一股极其可怕的魔之风暴，疯狂地朝着四周席卷开来。魔之风暴中的可怕力量不断地散发出来，萧炎所在的空间都被席卷的扭曲崩塌。那等狂暴的魔之风暴简直恐怖至极，被击中后的任何事物都怕是凶多吉少。这一次萧炎怕是真的不会再有什么奇迹发生了，这片天地在这些魔之风暴的肆虐下直接被摧毁成了废墟，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被魔之风暴冲击粉碎后，其中还有着极度可怕的分解能力，更是可以将这些万物都分解而去。见到这样的一幕，圣龙族的所有神兽强者，包括神斩和圣龙，都瞪大着眼睛，不敢相信。原本以为萧炎能够力挽狂澜，可是这下他们却是眼睁睁地看到萧炎被那黑色光束击中，那可怕的魔之力量，就算萧炎拥有强悍的身体，他都是已经化为虚无。看到那黑色光束瞬间击穿了火焰防御罩后，又直接轰击在了萧炎的身躯上，萧炎怕是凶多吉少，甚至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哈哈哈，终于结束了，那人类小子怕是死定了。一声大笑自神龙的嘴中响起。见到萧炎被这位大人击杀，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因为在这第二魔技的攻击之下，任何东西都无法逃脱出去，唯有被其中的力量所吞噬。所以萧炎这一道最后的希望之光也已经破灭了。看到萧炎已经被那神秘人强大的魔技击中，神龙族和龙盟之人都是面面相觑，脸上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如此而言，他们恐怕就真的赢得了这一场猪龙之战的胜利。圣龙族和祖龙族怕是要真的败了，因为萧炎已经惨败，更不可能会逆转这一场猪龙之战。败了，我们已经败了。圣龙的目光放空，所有的希望全部消失，等待他们的现在只有绝望不能再绝望的心情。哈哈哈，圣龙，你们败了。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臣服于我，还能留下你的命。不远处的神龙，他的脸上充满着胜利的笑意，看向圣龙时，仿佛假装很可惜地摇了摇头。虚空上可怕的能量冲击波已经逐渐的消散殆尽，其中的那一道魔影再度浮现在众神兽的眼中。此时，这些神兽强者在看向那道魔影时，眼中充满了无比的忌惮。就算他是神龙大人的背后人物，可是在看向那道魔影，他们都不自禁的有些惧怕。武林拳魔逃出了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阵的镇压之力后，望着眼前虚空，嘴角微微浮起一抹阴森的笑容。而萧炎的神体虽然没有被直接轰成虚无，可其上已经有着无数伤口，而且每一道伤口都是极其严重的伤势，只是气息非常的微弱，按照正常来说已经是一个废人了。身体还真是强悍啊，竟然在本魔的第二魔技的力量下还没有被轰成渣。不过接下来我便让你的神体和神魂都彻底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阴冷的声音自武林拳魔的喉咙间传出，同时有着一股可怕的魔之力量，便是汇聚在了其手臂之上，然后将这一拳对着萧炎的神体暴轰而出。一道呼啸之声响起时，武林拳魔便是将这一只手臂狠狠地砸出，洞穿虚空的瞬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跟前。要是这一拳下去，萧炎的神体和神魂都将会彻底的消失，就算是有着神指联盟的轮回盘，怕都无法再次将萧炎复活过来。圣龙族之人的瞳孔急速放大，特别是圣龙，他还想要去保护萧炎，不过当他刚欲一脚踏出时，一股可怕的魔威直接将其阻挡了下来，一口鲜血直接喷射而出，身影狼狈地倒飞了出去。可怕的魔威将所有圣龙族之人笼罩其内，个个都是吐血半跪下来。小小蝼蚁们，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只要我愿意，只需要一刀一根手指头就将你们瞬间抹杀。现在你就在一旁等一等，马上就轮到你们了。武林拳魔的声音从上空处传下后，那可怕的黑色巨拳再次轰击在了萧炎的身躯上，爆发出极其炸裂的声音，可怕的冲击波席卷开去。这一下怕是要真正的深陨了吧。圣龙族，今日就是你们的灭族之日，当我把你们铲除了，接下来就是祖龙族了。武林拳魔缓缓转身，俯视着下方这群圣龙族的蝼蚁们，看在你们是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族之一，我便留你们全尸。话音落下，武林拳魔也丝毫没有再废话，直接再次爆发出可怕的魔威，使得这片天地中充满着魔气，宛如是变成了魔域一般。原本就已经难以承受住的圣龙族之人，此刻更是直接被这一股强大的魔威压得喘不过气来，体内的血脉之力也是翻滚起来，但依旧是于事无补。这一下圣龙族真的要被灭族了。然而就在圣龙族危机之时，刚刚萧炎那处空间竟然有着一股极其奇特的能量彻底的爆发了出来，无数道金色光束直冲那下方的魔威之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彻轰鸣声。那充满着无尽魔威的能量，竟是直接被那无数道金色光束轻易的分解开去。瞬间，圣龙族之人刚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的魔威，瞬间消失不见。圣龙也是艰难地站起了身子，目望虚空那金色光束的来源处，只是那里现在被一股耀眼的金色光芒笼罩，无法看清楚里面的具体是什么情况。而这突然出现的一幕，也让得神龙族和龙盟之人都是为之一惊。他们感受到这一股能量无比的神圣磅礴，足以轻易的击杀四重天位神。神龙也是被这变故搞得是晕头转向，疑惑地看着那处空间，并没有开始说话。当然，在场的还是那武林拳魔的震惊之色是最大，因为这些无数金色光束在轻松分解他的魔威时，就感受到了一股令他都心悸的力量。他的目光也是带着不敢相信之色，紧紧盯着萧炎被轰击的那处空间，而令所有人都不曾察觉下，那武林拳魔竟是有了对这股金色神圣能量的惧意。很快，他的魔威被那金色光束的分解下，彻彻底底的给轰散开去。随后，耀眼的金光渐渐的散去之后，一道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惊骇目光中。萧炎，这一刻，
他们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百倍震撼。这萧炎竟然在武林拳魔那如此毁灭性的攻势下还没有死，此刻竟然爆发出如此神圣的力量，还将那魔威轻易地分解掉。这边顾怕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对于圣龙族而言，他们却是从绝望中再次有了奇迹。萧炎没事，他没事，我就知道萧炎兄不会那么容易死的。人群中的白炭捂住自己的腹部伤口，脸色惨白地望向萧炎，脸上挂着一丝笑容来。圣龙等人更是激动了起来，刚刚的那股金色光束，绝非一般的力量，能够在瞬间将如此可怕的魔威分解，就说明现在的萧炎其实力怕是已经达到了五重天位神。虚空上的萧炎旗身躯被一层金色能量所包裹，那双金瞳更是充满着神秘又神圣的力量。金眸在下方扫视了一圈后，看到圣龙族之人个个身上负伤，双拳也是不经意地紧握了起来。然后在萧炎的脑海中，一道久违的苍老之声响了起来：“小家伙，接下来我便帮你将这魔物给斩杀吧。上次他在上古圣地时，在神元宫的那2位主母手里逃脱，今日他没有那个运气了。”冯老，对方乃是一名武林拳魔，其实力已经无限接近6重天位神，有足够的把握吗？萧炎带着一丝疑惑传音到焚绝空间中。虽然他知道冯老的实力不简单，可是对方的实力乃是一名超级神之的存在，想要将其斩杀并不简单。呵呵，放心，如果这次来的灭神府中的那位大龄拳魔，老夫或许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和神魂力量才能留住他。可对方只是一位武林拳魔而已，想要在我手中逃脱并不太可能。之前我不是提过吗？在对战先天神的那位拳魔时，才施展出老夫的3层实力，所以今日我便施展6成实力，让你见识一下多么恐怖。冯老讲话非常的自信，看来在他的眼中，武林拳魔还真的不入冯老的法眼。旋即，萧炎便是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无比浩瀚磅礴的神秘又神圣的力量，开始渐渐的在体内深处苏醒起来。在冯老说要施展出6成的实力时，这股力量就算是萧炎都觉得非常的恐怖可怕，因为这股力量犹如是来自整个大宙间的能量，将整个大宙中的力量全部存储在体内，那是何等的恐怖啊！感受着体内的这股强大的力量，在各个部位诡异的流转着，虽然诡异，但却是井井有条，看似不规则的行动轨迹，却是蕴含着天道之法，好强大好磅礴的力量啊！这就是冯老的6成实力。萧炎意识到自己体内的神力竟是彻底的消散不见，则是被这股神秘强大的力量所取代。萧炎对于冯老的实力愈发的好奇起来，真的非常想知道冯老的真正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层次领域。要知道，刚刚冯老所说，就算是大龄拳魔来了，也不会惧怕，甚至只要花点时间和神魂力量，也能够与之抗衡。如此力量，最起码也都是巅峰天位神，甚至有可能达到了巅峰天位神之上的未知神境领域也说不定。这等恐怖的力量蔓延至萧炎整个体内时，使得萧炎如今有着源源不绝的强大力量，仿佛再怎么释放都使用不完一般，足以说明冯老是一位极其强大的可怕存在。至于强大到什么程度，就不得而知了。此时的萧炎体内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而且还在不断的往上面急速飙升。这继续往上飙升的可怕力量，必定能够让萧炎达到6重天位神的领域。如果换作是一位人类的身躯，根本无法装下如此磅礴的神圣力量。一旦身体无法承受这股力量，那么等待的就是肉体将会被这股神圣力量直接承包。不过还好，如今的萧炎已经成神，那么他的肉体也蜕变成了神体，自然可以容纳下冯老这股力量。所以接下来萧炎就会借助着冯老的力量来对战刚刚差点杀死自己的武林拳魔。此次冯老的神魂力量施展出了6成，实在是恐怖至极。强大的力量不断在萧炎体内渐渐流淌来蔓延开来，整个身躯赫然已经被金光彻底的包裹起来。在金色光芒浮现之后，一股极为强大神秘而又奇特的力量开始被萧炎彻底的掌控。萧炎感受到这股无尽的神魂力量竟然已经达到了6重天位神的领域，直接是超越了武林拳魔。小家伙，这便是老夫6成的实力，感不感到震撼惊喜？冯老的声音淡淡的传入萧炎的脑海之中。闻言，萧炎也是感到全身热血都激烈的沸腾起来，身上的那股气势怕是无人能挡。冯老这股力量太强大了，我可以坚定，我可以在10招之内将武林拳魔彻底的斩杀。经过刚刚与武林拳魔的战斗后，萧炎也进行了预估的揣测，对方也就半步6重天位神的实力，可自己借助着冯老的力量，早已经达到了6重天位神，所以这一战胜负已经是非常的明显。萧炎的那双金眸之中，便是透露着无比神秘的深邃神圣之感，一股强大到恐怖至极的神之气息从萧炎的体内爆发而出，金色光芒瞬间驱散了周边的黑色魔气，而且还带着无比可怕的分解力量。下方的神龙等众神兽强者皆是露出那惊骇的目光，各个脸上都写满着难以置信4个字。可是就算他们再不相信，可眼前的事实总是让他们必须去相信。萧炎此时身上金光暴涨，那股神圣的力量更是恐怖到了极致，特别是神龙和圣龙等人，包括那散发出无尽魔气的武林拳魔，也是一脸惊骇之色流露而出。因为他惧怕的不是萧炎此刻的那6重天位神的实力，而是那股金光能量。
他感觉出这股金色能量仿佛是专门压制他们魔之力量的克星。神龙族的几位神斩以及龙猛等强大的神兽强者，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他们的眼神中也是充满着凝重和震惊。他们震惊的是，此时萧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金色能量波动，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程度，那种程度竟然都超越了神龙大人的那位背后的神秘人。这人类小子怎么还隐藏着如此可怕的力量？他究竟是什么人？几位神龙族的神斩等人对于萧炎突然间拥有如此神圣的力量，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武林拳魔悬浮在萧炎的对面，却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那股震慑全场的魔威。那股高高在上的姿态，显然被萧炎身上那金色光芒所散发的神圣力量给彻底的震慑住了，声音都变得有些低沉下来，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道：这股力量竟然也是焚神力量，而且比起你之前的更加神圣磅礴。难道你小子身上有他的神魂体？萧炎的瞳孔迸发出一轮金光，这股可怕的力量在萧炎那操控之下，将这股神魂力量全部凝聚在自己的右拳之上。武林拳魔，上次让你在上古圣地逃走，今日怕就是你没有那机会了。萧炎低沉的声音响起，脚步重重踏出，直接轰出自己这可怕的右拳之力。这一拳竟直接击碎了空间，空间的裂缝当即浮现而出，恐怖的虚无能量从这空间裂缝中狂涌而进。但很快，这处空间裂缝又恢复如初，就好像没有被撕裂一般。萧炎这简单可怕的一拳，竟然直接可以将空间撕裂，如此恐怖的力量，怕是只有那些超级神指方才能够做到。眼见萧炎率先出手，感受到那金色能量中的神圣力量，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危机感觉，此刻正在武林拳魔的全身上下蔓延开来。呵，你觉得本魔会怕吗？一直处于居高临下姿态的武林拳魔，也是在这一刻破防，神色变得极为的凝重和恐惧。武林拳魔将自身的全部魔之力量催动到极致，形成一个极强的黑色防御罩，一名半部六重天为神全力凝聚的防御罩，那等防御力可是强悍到无法想象的。但是下一刻，在武林拳魔的跟前，空间被撕裂，瞬间迸发出电闪雷鸣之态。在他那凝重的眼眸中，萧炎的身影逐渐的被放大，其上所散发出的金光令他都十分的忌惮。萧炎面无表情，心里想，这一拳直接给这位灭神府的武林拳魔彻底的斩杀。右拳之上，那滔滔不绝的金光不断凝聚，刚刚这一拳挥出的力量，连空间都是承受不住的被撕裂。如果这武林拳魔挨上这一拳，又会是如何？我不惧。武林拳魔怒喝一声，周身的黑气防御罩也是更加浑厚了几分，魔威也是对着萧炎扑面而来。萧炎那双金色瞳孔散发出的神气，如今丝毫没有把武林拳魔当一回事，嘴角还微微一扬，右拳直接对着武林拳魔的那防御罩上轰去。这一拳带着可怕的劲风，空间极度的扭曲，画面极其的诡异，金光肆虐间直接轰在了这道防御之上，下一刻直接令得武林拳魔的身躯一阵扭曲，金光再度暴涨，直接洞穿了他所谓的防御罩。不过武林拳魔的反应也是快如闪电般的闪避了萧炎的这一拳攻势。武林拳魔震惊地望着此时的萧炎，刚刚那股力量竟是如此的惊人，能够直接将他的全力施展的防御罩给瞬间击破。要不是自身的战斗经验丰富，恐怕仅仅这一招就能让他重伤了。但还没等武林拳魔有所反应时，萧炎的身影却是在不知不觉间出现在了他的后方，金光闪耀，直接对着其后背轰去，犹如是一道金色雷电一般轰击在了其身上。武林拳魔的身影瞬间被击的倒射而出，可怕的力量使得武林拳魔的表情都变得狰狞起来，双眼中也是充满着血丝。该死，这焚神的力量还真是强大呀！只是让我没想到，在这万兽神界之中还有如此一位神祇。紧接着，在武林拳魔倒射出去的瞬间，萧炎的身躯再度消失在其狰狞的瞳孔中，又是蓄力了一招可怕的招式，对着武林拳魔的头部砸去。不过这一次，武林拳魔银牙一咬，同样也不再躲避，周身的魔气凝聚而来，形成一道猛虎般的虎头，对着萧炎咆哮而去。猛虎巨嘴一张，其中一道黑色光束顿时爆射而出。萧炎眼神一冷，挥舞着手臂，那金光闪电直接与之狠狠地撞在了一起，但并没有对抗的姿态，而是那黑色光束直接被金光闪电给分解开去，仿佛就是这些魔物的克星一般。天空中也是不停的在激烈的交战，可武林拳魔无论如何反击，一直被焚老的力量所压制，引得下方的众神兽强者纷纷倒吸了一口气。特别是那神龙，此时他的脸色却是相当的不好看，面色暗沉无比。本以为与他合作的这位神秘大人很强，结果那人类小子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恐怖力量，直接是硬生生的压制住了其魔之力量。神龙大人，好像那神秘人要败了呀。龙盟中的一位神兽族的族长沉声道，他非常的担忧武林拳魔会败，因为一旦落败，他们也都想会被对方击杀，到时候还真的是亏大了。这些万兽神界的各大神兽族之所以加入龙盟，为的就是能够取代圣龙族和祖龙族的位置，他们不能败，只能赢，赢了成为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族之一，败了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你们别慌，我相信神秘大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败。神龙为了不让现场人心惶惶，开始安慰众人静下心来。反观圣龙族这边，看到萧炎展现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后，
直接暴打那魔物，心中也是无比的爽。这难道就是萧炎兄身上的秘密吗？如此恐怖又神圣的力量，才是他的真正底牌吧？圣龙念念有词，目光中散发出一道灼热之感。天空上传来一道巨大的战斗之声，他们将目光望去，发现武林拳魔的身影再次被打飞了出去。刚刚与萧炎的激烈对战下，几回合下来，武林拳魔根本就没有占取一点的优势。那金光一出现，武林拳魔的所有魔之力量就会被压制，不仅实力超越了武林拳魔，而且金光中的焚神之力又是能够对魔之力量产生绝对性的压制。可以说，焚老的力量已经碾压了武林拳魔。稳住身形后的武林拳魔捂住胸口，嘴角竟是流出了黑色血迹，面目狰狞无比，道：就算今日你的力量超越了我，但本魔想要走，你还留不下我。